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爸。那这次我们一样继续分享特快车系列啊，特快车真的很多东西啊。那我们这次主要讲的是呢，当我们成功 DI 打到人的时候，有什么方法可以特快车压人？那么过往呢，我们在场中如果 DI 打到人，通常会建议使用这个套路。它可以同时呢打出一个不错的伤害，然后又可以让人简单的压起身，也或者说干脆就直接简单的接 OTPP。以上的这些都是可以帮忙你推板，无论你想要怎么样，它都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推板效果。搬运，那如果今天我是在这样子的范围，也就是过半场的时候呢？我还继续搬运吗？那只是回到了场中，对吧？也许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用这个方法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，也就是单纯的我们用换边，然后压起身，它就会直接送到角落去了。如果在场中直接使用，是大概搬运到这样的效果。那它的条件也很简单，也就是正常跳打，正常 PP， 然后马上第一时间抓，就这么简单。实战上面的话，这个真的是成功了，就得到非常大的回馈。但是呢，这个套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就是它只能针对正常体型的角色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宽的角色，像怪兽、本田，然后老桑这三个。玛丽莎还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比较宽的角色呢，它是没办法压的。我都知道，经历过上一次改版的老桑的碰撞框已经有改变了，导致他遇到这种宽的角色的时候，他会有挤压，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结果，很容易错边。但你想要打到人的话，就变成要刻意的延迟 PP。像这样子延迟的 PP， 那这就没办法构成我们刚刚说好的条件，就是第一时间的 PP， 然后第一时间压。因为你延迟 PP 呢，就会导致你后面的特快车时间被压缩，而没办法压到起身，就会变成像这样的情况。对，就是会来不及。所以这个套路呢，就只能用来对上一般体型的角色。但是呢，也不是说不能压，只是要改变方式。那回馈可能就因人而异咯，而且它的用处就不太一样了。用这种方式呢，它也可以搬到角落，但是它就是往前搬，而不是往后面搬。但是搬的距离是蛮好的，算是可以突然间的偷袭人。那条件也很简单，就是第一时间头锤，然后 OD 特快车就可以了。只是它必须要多花2个气。那如果你为了节省的话，可以再用一个方法来省1颗气。是，可真别说这个东西，这是出剑杀的。但是它的用意呢，其实就真的只是打人没看过而已了。但是的确还真的没什么人看过。那至于刚刚的绿虫，如果改变了一下，改成用战青角，然后就可以用到 OD 了。但是呢，这样子我就花了太多的资源，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，还不如一开始的头锤了。那如果以务实的角度来看待的话，其实还是刚刚最初的换边会比较实用，因为它可以先实打实的先拿到了伤害，接着再压人起身送到角落去，2个伤害加起来直接会超过1半的血。
是的，也就从这边看到他的伤害就直接过半了。以正常的角色1000滴来讲，这个已经超过5000滴了。而且注意，这从整套下来，根本老伤就没有花到什么动力。如果你还带有着大绝的资源的话，下一波进攻对手有可能就直接一个灯就没了。整体来讲，虽然说换边的比较务实，但实际上只要你能够抓得到，回馈都超好。不管打多打少，他就是把人送到角落去了。当然，在这些情况下呢，其实如果你可以抓到特快车，代表着你的绿冲膝盖其实是一定是可以压到你。想不到吧？好，上次讲的，这边可以抓，逼他脚气，对不起，我放枪了，有脸。你为什么要跳？影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